好，我们再来看传输参数，也称 t 参数。传输参数呢是用 u2、i2 来描述 u1 和 i1， 这跟我们一般直觉上的认识是用输入端口的 u1、i1 来描述输出端口的 u2、i2， 正好反了，请大家注意一下。我们也可以利用像求 r 参数那样的方法，从 g 参数推导得出 t 参数。我们从第二个方程可以得到用 u2、i2 来表示的 u1，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 t 参数的第一个方程。然后再把这个方程带回到第一个方程里面去，把 u1 消掉，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用 u2、i2 来描述的 i1。从这两个方程里面，我们提取出相应的系数，就是我们需要的 t 参数。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，在我们的 t 参数里面 ，t12 和 t22 前面的系数是一个负号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信号传输的角度呢来定性的解释一下。比如说，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 N， 它的输入端口呢是1p， 输出端口呢是2p。那我们一般直觉上的认识，信号是从输入端一直向输出端传输的。但是我们在前面讨论二端口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规定了正方向 I2 的正方向是流入这个端口的。因此在我们的传输参数里面呢，这儿给了一个负号来表示信号是一直向后传输的。这一点大家理解一下就好了。对照一下这个 t 参数方程和刚才从 g 参数推导出来的这个 t 参数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负的 t12， 而这儿呢则是负的 t22。对于 t 参数方程，我们除了可以从 g 参数推导得来以外，也可以根据这个 t 参数方程呢，直接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。比如现在我们要求 t11、t21 的时候，就应该令 i2 等于0，也就是让端口2开路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t11、t21。在求 t12、t22 的时候呢，我们则应该让 u2 等于0，也就是让端口2短路。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t12 和 t22。根据实验测定的方法呢，我们把 t11、t21 称之为是开路参数，而 t12 和 t22 呢，则称之为是短路参数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，它的传输参数有什么样的特征。根据 t 参数的，我们并不能够一眼看出来。我们在这儿先给大家推导一下。现在我要求 t11 乘以 t22 减去 t12 乘以 t21， 也就是这个 t 参数矩阵的行列式的值。把 t 参数和 g 参数相应的关系带进来，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。第一项和第三项就抵消掉了。而对于互异二端口来讲，它的 g 参数满足 g12 是等于 g21 的，因此呢，它的传输参数的行列式的值就应该等于1，这是互异二端口网络的传输参数具有的特征。那如果是对称二端口呢？对称二端口的话，除了要满足 t11 乘以 t22 减去 t12 乘以 t21 等于1以外，我们看看它的传输参数还有什么特征没有？对于 g 参数，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网络的话，除了有 g21 等于 g12， 还应该有 g11 等于 g22。g11 等于 g22， 实际上对应到我们的 t 参数当中，就应该有 t11 等于 t22， 别忘了前面有一个负号，所以 t11 是等于 t22 的。这是对称二端口网络的传输参数要满足的两个条件。最后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混合参数。混合参数呢，通常用来描述一些晶体管的等效电路。那么混合参数的方程是用 I1 和 U2
表示 U1 和 I2， 写成矩阵形式应该是这样。那对于混合参数的计算和测定呢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和前面的G参数、R 参数以及传输参数所用的方法。根据实验测定的方法的话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方程看到，我们可以令 U2 等于0，也就是让端口2短路，然后就可以求出 H11 和 H21。而如果令 I1 等于0，也就是端口1开路的话，我们可以求出 H12 和 H22。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互异二端口网络的混合参数所具有的特征。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来讲，它应该满足 H12 等于负的 H21。而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网络呢，除了有 H12 等于负的 H21 以外，还应该有它混合参数的行列式的值等于1。那具体的推导过程我们在这儿就不详细给出了，希望同学们课后回去自己推导一下。